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比孟子义大，现实同框却反差明显，网友直言不服气。说句大实话，这年头，娱乐圈里年轻就是硬道理早成了公认的潜规则。可就是这么个铁律，偏偏被谭松韵给悄悄捅了个篓子。明明她是大姐，可偏偏看起来那叫一个年轻自然，气质还稳稳的往上升。最近看到她和孟子义、宋祖同框，心里那叫一个震撼。这反差，谁顶得住啊？你说宋祖儿脸上那股青涩劲儿，没得说，典型的小姑娘模样，真实可爱，是少女感二字的生动注脚。孟子义呢，身上倒也带着点成熟味道，可放在3个人里，年龄排名第2的他却没能像谭松韵那样让人惊艳到爆炸。尤其谭松韵，她身上的那份自然和舒适感，真的很难得，没有一丝网红脸的模板化，没有刻意显嫩的造作，有的只是像邻家大姐姐般的温暖和不动声色的韵味。哪怕岁月从她脸上悄悄走过，也没带走什么，反倒多了几分随性的魅力。我反复琢磨，为什么同龄人一个个像是被定了标准脸，只有她能凭自然美逆袭？那不是化妆师多厉害，导演多偏爱，而是那种由内到外的真实，是一种很扎实的底气。看谭松韵，你能感受到她不用努力去把自己装成别人想要的样子，脸上那笑容就是最好的包装，天然真切的让人心疼。这份舒服是时间都难以复制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她美的不像市场上那种流水线生产的美，反而更像一瓶陈年好酒，越品越香。你说娱乐圈多少人为了抢眼光，苦苦追求显小，动辄弄个大眼睛、尖下巴，脸上堆满滤镜和修图的痕迹，但这效果真是让人反胃。假装嫩和真正嫩其实距离远着呢。谭松韵这几年越来越有味道，就像生活里的那位老友，安静却难忘，一笑就驱散了一天的疲惫。她的年轻不是卖弄，也不是焦躁，而是一种含蓄的坚韧，宛如小草顶着风雨依旧昂然挺立的生命力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她的美是妈生的极其难得的自然基因，不靠后期，不靠滤镜，靠的就是一张真脸。看她笑，眼睛会说话，会发光，整个人简洁干净，仿佛能闻到邻家花园中清晨空气里泥土和花草的味道，那种最纯粹的温暖和力量，连带着演技都能被加分。她不光是荧幕上的演员，更像是生活中那个温柔又坚韧的大姐姐，亲和力爆棚。圈里太多演技在线但略显造作的面孔，久而久之让人审美疲劳。相比之下，谭松韵这种真实到骨子里的好看，算得上是种奢侈品了。她的小个子里装着大大的能量，这种能量不张扬，却让你一眼识别出这个姑娘不简单。她善良纯粹，像一汪清泉，浇灭了虚假的炫耀和做作的火焰。网友们说得好，她不仅仅是年轻漂亮，更是那种你看一眼就忘不了的耐看型。这话一点不夸张，想想你身边那些朋友，青春靓丽，但走着走着就不见了踪影，而像谭松韵这样，时间反倒成了她的盟友，越久越有味儿，越看越让人舒服。她的美不是喊出来的，也不是靠绯闻炒出来的，而是一点点沉淀出来的生活态度和真实状态，这才是最打动人的东西。我看娱乐圈，除了颜值和流量，有时候更缺的就是这份真诚和自我。谭松韵那种淡然自若，不靠浮夸包装的本色出演，简直成了新时代的标杆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大家都想逆龄，可是逆的不着调，反倒露怯。她呢，逆得妥妥当当，气质和脸蛋同时在线，三观又正，完全是内外兼修的实力派。年轻永远是资本，没人会拒绝漂亮和青春，
但俗话说美人迟暮，对谭松韵来说，这句话似乎不管用。她好像用自然这张王牌，打破了年龄和外貌的刻板印象，一点一滴地告诉大家，啥叫真正的美。你说，这不是娱乐圈中最值得学习的一课是什么？这么多年混迹娱乐圈，我见过太多花瓶，也见过无数光鲜假面，但谭松韵的例子告诉你，真正的美永远不是浮夸和造作，而是从容和真实，是那种你见了想多看两眼，忍不住回眸的独特气质。我们常说颜值是门面，演技是实力，但更重要的是底气，是能够让人信服的自我。这一点谭松韵做得相当稳。她让人羡慕的地方，不只是那张看不出岁月痕迹的脸，而是和她相处时的那份自然舒服，是看见她就像看见春风一般的治愈感。如今这个浮躁的娱乐圈，这种实打实自然美，真是宝贵的不能再宝贵了。再怎么说，咱们也得给这种越活越年轻的榜样点个赞，不是？2. 谭松韵自信走姿引热议2.8米气场，现场气氛拉满。37度的街头，谭松韵走在前头，眉散眉毛，笑得像刚考完试的小学生，后面跟着一票人，像是临时组的啦啦队。手机镜头对上去，粉丝弹幕飞起，韵宝别晒黑了。我瞅着屏幕都替他打个冷颤，真是热到能煎蛋，怎么就没人递把伞？难不成现在流行阳光下的女汉子？不是，这气场比今年女足世界杯小组赛后防线还扎实。其实这画面要搁2年前，估计没多少人会多看一眼。那会儿娱乐圈还流行精致滤镜，明星个个怕晒黑，怕汗湿，怕粉底脱妆。谭松韵偏偏反着来。说实话，我对哈哈姐这绰号一直是半信半疑的。谁料这次她走得这么带劲儿，仿佛前面不是红毯，是高考考场。再看旁边的工作人员，一个个像路人甲乙丙，没谁敢上前递伞打伞，看得我心里一阵咯噔。是团队太佛系，还是大姐大自己不愿被伺候？娱乐圈的潜规则，有时候比中场战术还难琢磨。想起她刚出道那会儿，软糯的气质，演什么都像邻家妹妹。谁能想到几年后转型成了带头冲锋的大姐大？这变化不是3、2年能练出来的。娱乐圈是个讲究熬的地方，能笑着走到前排，背后多少夜里咬牙坚持的苦没人看见。过去几年，谭松韵的作品一部接一部，能被观众记住的不多，可每次出现在镜头前，总能混个热搜。这次气场全开，路人都忍不住多瞄2眼，不是没道理。有时候网友比媒体还爱深扒细节，没伞这事儿被放大，评论区直接炸开锅。有人哭笑不得，主咖没伞，连背景板都不当了；还有人抖机灵，大姐大不怕晒，这才是气场本场。一边是粉丝心疼，一边是吐槽团队不专业，舆论的风向像极了赛场上最后一记绝杀，往哪儿倒都叫人揪心。说句实话，娱乐圈这点和体育圈没啥两样，关注的永远不是谁最拼，而是谁在最难的时候还能笑出来。其实从心理上说，这种晒着走的姿态，倒像极了那些顶级运动员。你瞧去年女篮亚运会，李梦膝盖贴着绷带，场下还在和队友开玩笑，明明压力山大，偏偏笑得最灿烂。体育比赛数据不会骗人，球员表现直接写在得分板上。娱乐圈呢，数据也摆在那儿。最近哈哈姐气场话题热度飙升，短视频平台播放量暴涨，粉丝互动量翻番。谁说走路好看不能带流量？偏偏就有一票人爱看这份真实。跳出来看，其实没伞这种细节才有意思。娱乐圈的管理逻辑一向离奇，明星到底要不要被捧在手心？有的团队恨不得给自家艺人装个移动空调，有的则推崇野生成长。
谭松韵这次估计是后者。要说团队疏忽，不如说是他自己愿意这么演。这年头，观众早就不吃完美人设那一套，越是能自嘲、能吃点苦的，越招人喜欢。这点杨紫、孙俪都踩过坑，最后还不是靠反差感翻红。当然，吐槽归吐槽，谭松韵的气场和自信真的不是装出来的。你说什么女汉子，什么走路带风，其实都不如现场那一笑来的直接。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圣诞老人，自己给自己撑伞才是真格的。他能走到今天，靠的不是谁给打伞，而是自己能在烈日下笑出花来。这份底气是用多少次被否定、被误解换来的，谁在意？他在意吗？我看未必。再说句题外话，娱乐圈的气场其实和社会风气脱不了干系。以前大家都喜欢看精致偶像，如今倒更爱看有点糙的一面。粉丝审美变了，明星也跟着变。数据不会骗人，哈哈姐这词条1周内热度翻倍，讨论量直线上升。这不是谁家的公关团队能操作出来的，这就是观众的选择。谁不想在热浪滚滚的生活里看见一个敢晒敢笑的真人？顺手搜了下谭松韵气场走路 ，CEO 关键词铺天盖地，相关讨论全是真实大姐大女汉子带队气场，流量稳的一批。想想去年易烊千玺活动被晒得眯眼，粉丝心疼到要报警。再看看谭松韵，晒得一身阳光还乐呵呵。娱乐圈和体育圈这点像极了，谁能顶住压力，谁就能笑到最后。单靠包装和滤镜撑不住的，有点真东西才行。数据、讨论、热搜，这些都是真金白银的认可，背后是观众的投票。娱乐圈的气场转型，其实就是社会审美的一种倒影。要说什么是领导范，什么是气场2.8米，其实没啥统一标准。有人觉得是走路带风，有人觉得是能带队冲锋，有人说是能在烈日下不皱眉。可你问问自己，哪次不是被那份真实和自在打动？娱乐圈的风向早换了，观众想看的就是那份不装不掩饰的劲头。没伞，没滤镜，没剧本，有的就是一身汗一身笑，走到哪儿都能带动气氛。这种气场，哪家公关能学得来？写到这儿，手机又跳出新热搜，谭松韵阳光气场带队，评论区里粉丝和路人唠得火热。有人说这才是大姐大，有人说我也想晒成这样。我盯着屏幕乐了半天，突然觉得娱乐圈和生活还真像，有的人永远在等别人给自己撑伞，有的人自己就能把烈日当聚光灯。行吧，写到这里我也懒得总结。你说下一次要是还遇到这种晒太阳走秀，你会心疼还是羡慕？留言区见，咱们边唠边看谁先晒黑，或者谁先笑出来。